我们可以看到，我找了3个字啊，一个是甲骨文的，一个是金文的。金文就是咱们刻在这个鼎上面这个金属上面的文字，然后一个叫小篆，小篆呢就是咱们第一个统一的王朝啊秦朝来使用的这个文字。你们可以看到这个龙字啊发生了一些改变。我以这个中间这个为例，金文，你们看这龙啊，给它分成2部分，这个字儿呢上面一部分，下面这部分啊。张着个大嘴，你会尝尝这个身子和尾巴，嘴里还2颗大牙，像是一条蛇呀，像。大家不要忘了，咱们中国的文字是象形的，它这个文字的产生肯定和它的某些形象是相关的。好，我们再看上面这个红凳子，把那个拿。有人说像个脚，然后我看呀，那有红凳子拿过来，像不像？像。好。所以，我理解的中国“龙”这个字，就是蛇中之王。坐这里，坐这里。这是一个王冠，你看，这是原来的样子，要变成这个样子。变成这个样子呢，稍微复杂一点，但是这左边这块儿还是这个字儿，右边呢，稍微复杂了，好像把它身上啊、尾巴啊、这个背上的鳍呀，又更加复杂的显示了一下。所以这个字儿是龙的一个繁体字，对吧？我们现在的龙写的更加的简单了。我们再看看古书里怎么记载这些事情。既然有这个龙这字儿，它得用到书里，用到书里头它是怎么用的？好，我找了一本挺古老的书《易经》啊，潜龙勿用，飞龙在天。这个字儿呢，就好像理解啊，我们字面上理解，它说龙啊可以潜到这个水里头去，还可以在天上飞。好像是无所不能的一种神话中的动物。那好，我们下面就要理解一下这个“龙”这个字在中国文化中的含义。大家可能想了，说这个龙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呢？象形文字“蛇龙之王”，但是是不是真正有这么一个龙曾经在地球上生活过？好，我们可以这么来进行分析：假设这种动物真的存在，那大家都会看到它。看到它之后都会描述它，而且不同的人描述这种动物，假设动物就在我面前，应该描述的是差不太多的，是不是这样的？好，我们看看古书中怎么描述这个龙这个动物。这种动物角似鹿，头上长角像鹿，头似驼，眼似兔，象似蛇，腹似肾。肾是什么动物啊？肾是嘎了，贝壳。你看看它肚子上这块一条一条的纹儿，是不是有点像那个嘎了上面那纹儿，是吧？好，鳞似鱼，爪似鹰，长似牛，长似虎，耳似牛。好，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动物似乎是好多种动物的一个综合体，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好，如果这动物真正存在，大家应该认识差不多。可是你看另一本书，我又找了一本书，这本书它也描述这龙这种动物。角似鹿这是一样的，然后下面不同了，鳞似鱼，一样，其他都不一样。也就是说，2本书描述同一种动物，差的很多，相似点很少。那我们经过这一番分析之后，我们就要考虑这个龙是不是真的存在啊？如果它真正的存在，就在我们面前摆着，大家共同描述它，应该有很多的描述一致的地方，对不对？还有一个，如果龙真的存在的话，像这样的一个复杂的一个复合体的形象，确实是太不可思议了。生物的演化中，在科学的角度也是很不可思议的。好，不但中国有龙，西方也有龙。我们看看西方龙的形象。这就是西方龙。西方龙长翅膀，能喷火，经常在一个山洞中生活着，然后守护着一些财宝，是不是这样一个概念？好，我说西方龙的形象，会魔法，守护着一些财宝，邪恶的。大家就说了，怎么就邪恶了？好，我们来想一想，在西方的电视里的影视片里头，或者说这些传说当中，这个英雄啊，一定要杀死一头恶龙才
会成为一个英雄。所以恶龙这个形象是摆在了英雄的对立面，是不是这样的？你杀了一个龙，又勇敢，又有正义感，所以西方的龙是个邪恶的一个形象。那好，我们反过来看中国的龙，哎，中国龙很神秘啊，在天空中，它藏在云彩里头，或者是在这个水里潜在水里头，啊，很神圣。你看，我们都说这个皇上说是也真龙天子，那当然神圣了，这统治整个一个大的帝国，是不是？很吉祥。哎，吉祥怎么来说？大家想一想，我们中国是一个农业文明为主的国家，很长时间处于农业文明的这种状态。那好，农业生产，大家要吃东西，种庄稼需要雨水，所以你会发现，中国很多地方都会建一庙，庙里头供着一个龙王，是不是这样的？是的。哎，龙王给点水吧，我们这庄稼就可以好，收获的好，我们都能吃得饱。所以这个龙王是能带来好处的，能够给老百姓们带来庄稼的丰收，让我们丰衣足食。所以我说中国龙是一个吉祥的形象。由于中国龙和西方的龙是有很大差别的，所以在很长时间内啊，西方人对咱们中国是有误解的。这种误解来自于什么呢？咱们当时说我们是龙的传人的时候，我们直接用了西方那个龙的英文单词。有人知道西方那个龙的英文单词是什么 ？Dragon， 就是这个词。我们一直在用这个词，一说我们是龙的传人 ，Dragon 的传人，西方人就想，中国人好坏啊！这么邪恶的东西，他们是他们的传人啊。然后呢，我们皇上又说了，我是真龙天子。这上天派我来统治这国家的，这个皇上更坏，直接就是龙的这个形象。所以大家就知道，西方人对中国这个龙是有误解。后来我们的外宣也发现了，说不行，我们不能再用他这 dragon 这词儿了，因为他那个龙的形象是另一个形象。我们专门用咱们中国创造一个西文的单词来形容中国的龙。有人知道这个字是什么？哦。没错，狗剩吗？不是狗剩吗？大家知道拼音里头 LONG 就是龙了，可是 LONG 在英文单词里头，你们都学过英文的啊，小朋友们也都好多都学过英文的，是长度的概念，发音也不一样 ，long 对吧？这狼啊，这和龙啊差着不是一回事儿啊。好，我们没办法，加一个 O 就行了。哎，加了这个 O 之后，我们这词儿就出来了，龙。大家跟我一起念我们中国这个西文化的词儿，龙。哎，这是咱们龙的英文单词。所以下面以后你们会注意到，我们中国现在要用这个单词儿来代替那 dragon 那词儿，因为文化的差异。好，下面我们就讲讲恐龙。龙这种形象。大家觉得是神话中的龙是真的存在吗？存在，并不存在。既然它是一个并不存在的东西，那我们经常说恐龙，那恐龙存在吗？我们来看。对了，因为我们发现了他们的证据，他们的证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地下发现了什么呀？哎，化石。他们的化石。你看，这是在四川一个叫自贡的地方。发现的恐龙化石，非常丰富的恐龙化石，你看骨骼都埋在一起，啊，这里也建了咱们中国的第一家恐龙博物馆——四川自贡恐龙博物馆，这也是一个5A级景区。哎，这也是我们研究所的老师在80年代中期的时候帮他们建立起来。那好，这里山东诸城也有一大片，他们叫恐龙墓地，长着400米的这个整个的一个长通道里面。这一面墙全是各种各样的恐龙的遗骸，大家有机会去看一看。所以恐龙化石告诉我们，哎，恐龙这种动物曾经生活在地球。好，说到了恐龙，我一定要说，它是我们古生物中的明星。这个动物大家都认识。好，霸王龙有什么特征呢？头大。请同学们，这位同学跟我说说，它有什么特征？
霸王龙长什么样？头大，前爪小它跑得。挺快的。然后你来说。哎，他说了，霸王龙的胳膊，你看人家用的词儿前肢，很专业啊。胳膊很短啊，很短。好，还有没有其他？你看这位的同学，你来说，霸王龙这个胳膊上有几个手指头？5个。你大点声，2个手指头。你看，我们的同学们观察都很细致。霸王龙的特征让你们一下就抓到了。还有，当然，这个尖牙啊、利爪，这都是霸王龙食肉的一个特征。霸王龙是大家最感兴趣的一个恐龙。好，我说恐龙是古生物中明星，它特别能够激发大家的好奇心、想象力和探索性。我们需要做科学，特别需要好奇心，要多问几个为什么啊。我们说这霸王龙曾经生活在地球上，哎，它生活的时候，地球是什么样的环境？霸王龙长得什么样？它有多重啊？它吃什么？它是怎么繁殖的？这些都是好奇心。然后我们就可以发挥我们的想象力。我没见过霸王龙啊，我只见它的骨头。我们想象霸王龙长了一个什么样子？想象力很重要。然后好多问题我没法解答，我们就要去探索。你们注意到这3条正好是我们做科学研究中最需要的基本的素质。那好，我下面这个霸王龙有名了，叫苏啊，这是在美国芝加哥这个菲尔德斯亚历史博物馆大厅里展出的一个巨大的霸王龙骨架啊，它的身体上60%左右都是真的骨，这挺难得了，60-70%啊。好，我们下面要做一个小互动，随便给我说几个恐龙名字，不许再说霸王龙了啊，随便说。哦，那位同学，大点声。翼龙会飞的啊，翼龙会飞，天上飞的那个翼龙，哎，那是不是恐龙啊？我们先画一个问号，我们画个问号。好，你来。地震龙是恐龙，你，啊，你也想说地震龙啊？都让他说了。你，谢大龙不用站起来了。啊，你，梁龙是恐龙，你，三角龙是恐龙，后边那个蹦的那个男生，阿根廷龙是恐龙。哎，我就不再找一位吧，这头还没有照顾到啊。这位男生，泰坦巨龙，没错。我想呀，我要在这儿不停地问呀，你们能跟我说1节课都可以，哈哈，因为大家对恐龙太喜爱了，大家看了很多关于恐龙的书，能够说出恐龙的名字。好，那我们介绍几种大家熟悉的恐龙。霸王啊，我记得我当时看那个1992年还是93年看那个《侏罗纪公园》啊，一个电影里头这个霸王龙那大脑袋顶那汽车啊，把这人吭哧一口给咬了，啊，很凶残啊。哦，三角龙，三角龙从这名字我就知道它有什么重要特征？有3个角，哎，眼睛上方各有一只，鼻子上方有一只。好。哎，这个恐龙个子可大了，基本上从这个墙到这玻璃这么大，啊！你看这人和这个万灵的比较。另外，这个恐龙有一个重要的特征，脖子长，但是这种4条腿长脖子巨大的恐龙有好多呢。它有一个和其他的这类型恐龙不一样的特征，是它的腿的长度不一样。大家注意到没有？它的前腿和后腿哪个更长一点？你们会注意到，王老师在讲课的时候一直在说一个概念，说特征。为什么呀？因为我们科学家要研究一种动物的时候，要抓住它的主要特征，要了解到这些特征它和其他动物哪些是一样的，哪些是不一样的。一样的说明它们之间可能有比较紧密的亲缘关系，不一样的说明它可能是代表不同的类群。这是我们做科学研究特重要的一点。那这个要想知道它特征，一定要培养大家的观察力。我后面就要培养大家观察力了。现在我告诉你了，这个前腿比后腿长，你们先记住腕子。好，下面我就要问一个好玩的问题：世界上恐龙种类最多的国家是哪个国家？举手。啊，这位女生，
你来，你觉得是哪个国家？大点声。啊？梁龙。我说国家，他说什么国家？听见了吗？妈妈大点声说出他的答案。中国，他说是中国啊，你是中国古董馆的老馆长，你会不会说我们中国恐龙最多？啊？除了中国，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哦，这位男生，美国，美国的科技挺发达的，会不会是美国发现了很多恐龙？最后一排，大点声，大点声。俄罗斯是吧？啊，俄罗斯的国土面积很大，说不定找到了好多好多的恐龙啊！我们找这位女生，日本啊，日本的国土面积好像不是很大啊。你来再说一个，英国。他说了，你看，你这都写了英国了，会不会就是英国呀？啊，好，我来先说说这只恐龙。王老师在20多年前的时候和英国伦敦大学有合作，然后呢，经常去这个博物馆。去这博物馆一进大厅就见到一个巨大的恐龙，然后这个恐龙就是这只龙，就是前面有一个同学说到的梁龙。好，我下面要考大家观察力了啊！你们注意一下，这个梁龙也是巨大的体型，长长脖子，长长尾巴，它和那个万龙有什么不一样？万龙的前腿长，后腿长。对，它的后腿比较长。你看，非常棒。你们这些观察细致的同学们，以后都有成为科学家的素质，因为这是我们做科学最基础的一个本领。好，还有一点，梁龙拥有一个特别长的什么呀？尾巴，这是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好，我下面来讲英国2个对恐龙研究的重要贡献。第一个贡献，世界上最早的恐龙化石是在英国发现，是被英国学者命名的。1824年的时候，一种恐龙叫巨齿龙被科学界认识，这是科学界研究命名的第一种恐龙。巨齿龙，巨大的牙齿。还有一种翻译成斑龙啊，斑点的斑，这俩是一回事啊，这是翻译的不一样。巨齿龙，1824年。好，距今已经201年，是吧？啊，然后说它英国的第2个贡献。第2个贡献，大家知道恐龙这个单词啊，不是凭空出现的，原来没有这个单词。大家知道恐龙的英文单词叫什么吗 ？dinosaur。原来没有 dinosaur 这词，一直到1842年的时候。好，这就涉及到这个博物馆了。这个博物馆的馆长理查德·欧文爵士，我看看啊，在哪儿呢？应该是这个位置。这个反正是当时是这个台阶一上去，这儿有一个欧文爵士的一个立像。为什么把他的立像放这儿？因为他是这个博物馆的第1任馆长，他也是一位古生物学家。然后他发现，在我们英国发现了3种奇怪的动物：巨齿龙、禽龙和森林龙。这3种动物的化石非常骨骼非常像蜥蜴，但是它的体型比蜥蜴怎么样？大太多了。那好，他说我来创造一个英文单词儿来描述这种史前生物，它的名字就叫 dinosaur。好，这个英文单词的含义，你们在很多的科普书里可能看到，恐怖的蜥蜴，大叉子。为什么呀？你们看到那个科普书，他们翻译都翻译错了。我专门去找这个理查德·欧文爵士原始的论文，最早的使用这个单词 dinosaur 的时候论文，他在下面写了一句话，他说这个词的来源是 fearfully great a lizard。大家这个话是跟咱们懂英语的老家长同志们说的 ，fearfully great a lizard。great 是巨大 ，a lizard 是一只蜥蜴 ，fearfully 恐怖的、吓人的。可是你们注意到，这是个副词，它
它这个词儿是形容那个 great， 形容它巨大的，并不是形容那个 lizard 蜥蜴。所以下次在翻译的时候，你们看到科普书的时候，一定要按照王老师的翻译，应该翻译成大的吓人的蜥蜴，或者大的恐怖的蜥蜴，并不是这恐怖直接形容这蜥蜴，是形容它体型怎么样，巨大。好，我们讲了英国的2贡献，就回答这个问题，回答大家的问题：英国是不是恐龙种类最多的国家？大家想一想，英伦3岛4周都是海水啊，是不是？虽然它可能在那个时期和大陆有一些相连，但实际上它的整个的面积并不是特别大。所以英国虽然恐龙化石发现的早，但是他们也命名了恐龙这个名字，但是不是恐龙种类最多的国家。英国发现之后，美国科学家就注意到了，说：“哎呀，我们的国土面积挺大的，我们在我们的国土上找找恐龙吧。”哦，这一找可了不得，在美国找出了300种恐龙，而且在很长的时间内，美国一直是世界上恐龙种类最多的国家，直到10年前，它被一个国家超越了。你们猜猜是谁？中国。中国。刚才那位同学说中国同学站起来，我们给他鼓鼓掌，也给我们中国鼓掌，好不好？很棒，很棒，怎么样？好，中国已经研究命名了390多种，含无效命名，什么意思？我们中国科学家都干事不行啊，怎么就还有无效的命名啊？我告诉大家，在科学的研究中，尤其是恐龙化石的研究中，大型的恐龙经常是不完整。那既然不完整，最典型的一个无效命名就是科学家 A， 他用恐龙的头头部化石起了个名，科学家 B 用恐龙的尾巴起了个名字。结果科学家 C 发现，我发现了一个新的恐龙，是这个 A 的这个头和这个 B 的尾巴。原来这2种恐龙是一种恐龙，可是它们被起了不同的名字。在生物学中，我们名字只能是唯一的。说明法命名一个生物，那名字要唯一的。那好，那怎么办？对不起，后面起的那个名字，那科学家 B 起的名字就成为什么了？无效命。当然还有其他的无效命。如果你没有给足够的特征来把这种恐龙和其他恐龙区分开来，你这个名字也是一个无效命。所以命名一个恐龙并不容易的。好，即使如此，科学家猜测我们中国也有350-60种恐龙都是有效。那这样的话，我们中国在世界上恐龙种类绝对是最多的。美国那300种也是含有大量的无效命名的啊。好，中国的恐龙世界第一，而且每年还新发现8到9种。那好，我们来看看去年2024年是咱们中国的龙年啊，这个龙当然是神话中的龙，是吧？命名了12种中国的龙，我们就看一看中国都有哪些了。当然，在此之前，我们来看看这张图。这张图是一个四川侏罗纪时期的恐龙的场景，里头有一个巨大的恐龙，有人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吗？脖子特别长。蛇颈龙。马门。你看，我说前2字你们都知道，你们很厉害。我估计你们家长肯定都没想起来哈。马门溪龙脖子长，后面我会讲到。好，在这张图里头还有很多不是恐龙的物种，比如说这儿有一个大鳄鱼，看见没有？好，这儿还有一个像蛇颈龙的，它是一个淡水的蛇颈龙。绝大多数的蛇颈龙都是海生的，结果呢，它是淡水湖泊里的蛇颈龙，碧山上龙啊，这是咱们中国很特别的一种蛇颈龙。好，大家天上飞的还有什么呀？关于翼龙是不是恐龙，我们回头再说。这就是中国2024年的时候命名的12种。好，大家看，这个叫中文名称，也叫中文译名，翻译的译。也就是说，这个中文名啊，其实是从它的学名都是用西方文字写成的，这是它的
学名，哎，用这个学名翻译出来的，所以在有效性上是不如这个学名的，所以在不同的学者也可能给它翻译成不同的中文译名。你们看时间都是2024年，然后再看种类，你看有的是剑龙的，哎，有的是暴龙，暴龙其实就是这个霸王龙的亲戚们都叫暴龙，对吧？哎，还有这个鸭嘴龙，它嘴巴扁扁的，哎，甲龙等等不同类型。这个是它的生活时代，你看有侏罗纪的，哎，侏罗纪晚期的，哎，侏罗纪中期的，白垩纪的。然后你们再看，这是它们的产地，也就是说，中国恐龙在哪儿发现的呀？去年发现的恐龙里头有江西的、山西的，又江西、广西啊，江西挺多啊，内蒙古、重庆。所以咱们中国确实是恐龙研究的大国，我们一年就命名了12个。我前面写了平均数是8到9种，这个龙年大家努力的干了一下。好，蛇年怎么样？今年是咱们中国的蛇年。前一段时间我的同事呢做了一个统计，中国已经研究命名了9种新的恐龙啊，所以今年很有可能又超过10种了，是不是？好，中国这么多的恐龙，怎么介绍给大家？我想了一个办法，哎，中国恐龙网，我从这个全中国300多种，将近400种恐龙，我选出5种来给大家推荐一下，让大家说哦，下次再张嘴说的时候，不是一张嘴就是霸王龙、梁龙啊、甲龙、剑龙啊，全是国外的恐龙。我们说多少能说出几个中国恐龙的名字。第一种，这个恐龙的名字叫单脊龙，吃肉的暴龙，无肉不欢，也就是说它最怎么样？喜欢吃肉。好，问题来了，要考大家的观察力，谁能够找出来单脊龙和霸王龙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啊，这个你看。3爪5爪，3爪5爪，3爪，下面4有一个头冠。对了，霸王龙有没有啊？没有，一个重要的不同。哎，那个，哎，你来，对，就是你，对，你会黄衣服的，哎。你看这同学的观察力，前肢比霸王龙长，霸王龙这个样子。哎，还有没有不一样的？靠观察力，靠观察力。哦，这位小同学要说呀，啊，你来说一下，你觉得他和霸王龙哪儿不一样？这妈妈大点声说出来。你看，哎呀，这么小的小同学观察力多细致。刚才说那霸王龙几个手指头？他有几个？你看这位同学的，你看这么小的小朋友观察力很好。好。我们下面就要说了，为什么科学家要研究恐龙的手指？我现在有2种手，一种恐龙手上5个手指，另一种恐龙手上2个手指。不说脚丫子啊，只看手。啊，我下面问你们觉得这2种恐龙，哪一种恐龙生活的时代更久，特征更原始？认为是5个手指的，请举手。这有1位，不多。认为是2个手指的，请举手。5个手指更原始，明显的就多了很多。好，下面王老师公布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5个手指，5个手指。所以刚才我们说5个手指的同学站起来。我们大家给他鼓掌好不好？下面就说我们科学研究的第2个步骤。第一个步骤要观察，第2个步骤要寻找规律。寻找规律。我们研究了那么多种恐龙，看一看它手指头数上有没有规律。好，科学家发现原来最原始的恐龙5个手指，为什么呢？因为它们的祖先就有5个手指，之后演化少了
了一根，几根了？又演化演化。哎，单脊龙出现了，是不是？又演化演化。霸王龙出现了，又演化演化。哎，还有一根手指头，还真有。咱们中国内蒙古巴彦淖尔发现了一种恐龙，单指灵合爪龙。这种恐龙站到这个地面上，这么高，只保留了一根食指，而且这根食指呢，还相对的来说比较粗壮。科学家就是想，这种恐龙它吃什么呀？它怎么使用这根食指呢？吃烧烤，这个科学家就是我们研究所的徐新老师，他是研究命名单指灵合爪龙的恐龙专家，也是我们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他当时研究之后发现，哦，原来单指灵合爪龙是吃蚂蚁，所以他要用这个手指头掏蚂蚁东西，是不是？哎，好，大家记住这规律啊，在恐龙当中，手指数多的更原始，时代更久远。你们下次再去博物馆看恐龙的时候，就要注意观察，说看看，哎，这恐龙到底有几个手指头？手指数多的很有可能它生活的时代更老，然后特征更原始。当然也有一些小小的例外，个别的例外，大多数是这样的一个规律。科学家寻找规律，就是为了进行进一步的推断。假设我发现了一个很原始的恐龙，当时的手指头没有保存下来，我们就可以合理的推测，它很有可能是4个或5个手指比较多的这种状态，是不是这样的？这就是利用规律进行的推测。好，我们看看这只恐龙，特别典型的头顶有这么一个棱儿，看起来脾气呢似乎也不是特别好啊。还有一个，它虽然和霸王龙都挺凶猛的样子，但它个子并不大。你们看到这博物馆这栏杆在这儿，一般博物馆栏杆1米高左右，哎，它也就2米多高，啊，5米长左右，这是一个中型的恐龙，啊。我发现单脊龙非常像奥特曼，因为王老师也擅长观察。我发现这奥特曼啊，这脑袋顶上都有个棱儿，是不是？哎，而且单脊龙也很凶猛。你再看，在我们中国古动物馆恐龙展池中，2只恐龙正在搏斗打架，上面占了上风的这个就是单脊龙，你可以看到头顶这一个单一的体。所以，我把单脊龙叫做恐龙中的奥特曼，这样大家印象就深刻了啊！它是在新疆发现的。好，第2种恐龙，小盗龙有趣，它似乎是会飞的。你们可以看看在化石上，在它的2个前肢上有这个用于飞行的羽毛，小盗龙，然后在它的后肢上也有这样用于飞行的王老师小盗龙。那好，它有4根4个翅膀。那好，我们知道现在的鸟有几个翅膀？2个。哎，那是不是4个翅膀就比2个翅膀飞得更好呢？不是，那不一定。好，平衡我们来看看小盗龙生活在1亿2000多万年前的白垩纪早期，它的化石发现在中国辽宁朝阳的一个朝阳的地方，它被称为4个翅膀的恐龙。这个小盗龙也是我的同事徐星院士研究命名的啊，他也是我的好朋友啊，我们俩都是北京大学地质系生物地球学专业毕业的啊。徐老师是专门做恐龙研究的，也是世界知名的学者。你们如果里头有4年级以上的小朋友，有没有4、5年级的更大一点的？你们学没学过这篇课文？有。这篇课文我告诉你们，就是徐星院士写的。你看，本文作者徐星，啊，这就是我给他拍的照片。我们俩一起去新疆去野外采集恐龙化石的时候，哎，给他拍了一张照片。好，
为什么要写这篇课文？因为小盗龙是他研究命名的。小盗龙是一种长了翅膀、长了羽毛的恐龙。那他就提出一个特别重要的假说：恐龙可能最后进化成什么了？鸟类，没错。这个假说已经被越来越多来自中国的化石材料支持，所以现在世界上的学者绝大多数都认可这假说。这假说也就成为一个理论，也就是说，有些恐龙体型变小，长出羽毛，飞上蓝天，演化成什么呢？鸟类。所以他就写了这篇文章《飞向蓝天的》。我相信你们同学学这个课文的时候是在语文课本里见的。你们可能想看到这篇课文，当时老师让你们做的每一段的段落大意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可能是在从一个文学的角度来看这篇课文。今天我就要告诉大家，它背后的科学含义是告诉大家，恐龙最后演化成了天上飞的鸟类。所以这就是一个飞向蓝天的恐龙这篇课文的故事。小盗龙也被称为中生代的1亿年前的双翼飞机。那好，我们看看人类的双翼飞机长什么样。1903年的时候，人类制造出了第一架真正意义的飞机，它的名字叫做美国的什么兄弟？你看看你们这个读书量我们来图书馆的平山图书馆的同学们，这读书量都很高的，一下就知道美国的莱特兄弟他们制造出了人类第一架飞机，真正意义的飞机。什么叫真正意义？还有好些飞机是滑翔的，没有主动的，没有发动机的。这个飞机上是带发动机的。另外它叫双翼飞机。为什么双翼呢？上面一个翅膀，下面一个翅膀，双翼。但是如果你把中间一分，上下左右几个翅膀，是不是和小盗龙有点像了？上下左右。徐星教授当时和美国科学家一起做了一个风度实验，他做出了一个小盗龙的模型。小盗龙的长度不到1米，站在这地上半米高左右，比刚才那个单指灵活爪要高一点他做了这么一个模型，然后呢，身上的羽毛都给它插好了。好，开始用风吹，然后调整这个羽毛翅膀的方向和位置，来看看哪个角度的时候，这个小盗龙飞得最好。好，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小盗龙以下面这个姿态进行飞行。我给大家比划一下。你们看看这个是像不像那个双翼飞机一样？所以没想到，原来我们人类学习飞行，竟然和恐龙学习飞行一样，都经历了这样一个4个翅膀的阶段。但其实人类还经历了更多的翅膀。人类曾经制造过9个翅膀的飞机。不是那个螺旋桨9个翅膀怎么摆我给大家摆一下，1个、2个、3个、4个、5个、6个、7个，够9层。为什么？因为他们发现翅膀越多，提供飞行的升力越大。可是阻力越大，越多，这飞机上阻力越大，越沉。所以这样的一个飞机是没法飞上天的。那最后科学家们发现，我不需要那么多翅膀。你看看现在的飞机，用于提供升力的大的翅膀。你们看看现在的鸟类，用来飞行的大腿上的羽毛，那些飞羽都退化掉了，只在个别的鸟类，比如说一些老鹰，那腿上还有一些飞羽。没事，就让它自然舒展，不捣乱就行。但是不影响别人。提供升力的主要动力飞行的翅膀是什么？拍两张照，等它长大了给它看。恐龙也是一样的，拍两张照，等它长大了给它看。我把腿上的这些羽毛给它去掉，大的羽毛去掉，我只留一点保温的羽毛。我都又节省了能量，因为制造这些羽毛需要能量的，对吧？然后呢，我还减轻了体重。
把这主要的这个干劲儿给它用到前面这个两个胳膊上，这样的话能更好的飞行。所以恐龙学习飞行和人类学习飞行不谋而合。除了关于恐龙的小盗龙的飞行的这个研究，科学家还研究了恐龙的颜色。小盗龙最早被复原成这个颜色，这是2003年的时候的它命名时的复原的颜色，是请一位外国科学家复原的，给它复原成绿色。为什么？因为发现这种恐龙小小的，喜欢爬树，在树林间生活，那给它复原成绿色有什么好处呢？对了，可以隐藏自己，因为树叶是绿色的。那它是不是真的是绿色的呢 ？No， 因为科学家在这个羽毛里头去通过高倍的显微镜去观察，竟然找出了一些小颗粒，看到吗？不同形态的小颗粒，哎，有的长一点，有的小一点，还有的这种片状，哎，他们发现这个叫做色素体。色素体是比细胞还小的结构，那它大量的存在的时候，就能够给这细胞、给这个动物以什么呀？颜色。很好，他们观察到这色素体之后，科学家马上想出一方法，哎，现在的鸟是恐龙这个演化出来的呀，我来观察一下现在的鸟的翅膀里、羽毛里头是什么色素体，然后对应的是什么鸟的颜色，我能看见呀。然后我再反过来看一看恐龙里头。如果有这样的色素体，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反过来推出恐龙当时的颜色？好，用这种方法，科学家终于搞清楚，原来小盗龙是这个颜色的。五彩斑斓的黑呀，像什么呀？这个颜色有一个专用的说法，叫做五彩斑斓的黑。这黑就黑吧，还五彩斑斓？哎。颜色是有两种，一种是化学的颜色，一种是物理的颜色。那物理颜色就是结构的这种颜色。那好，结构颜色这种羽毛在阳光的照射下会产现出一种金属的光泽，或者说是彩虹一般的光泽。好，所以这就是你也可以说，哎，还有点蓝色，哎，就是这种带点金属的光泽，哎，所以这就是小盗龙的颜色。真正的颜色，所以大家也注意到，科学的研究是不断的在进步的。它在过去有什么证据，我们进行一个合理的推测，它爬树吗？哎，推测它是绿色。后来我们发现新的证据，就要改变我们的观点，不能说啊，这只许正确不许错误。科学家是可以犯错误，但是我们通过不断的收集证据，去提高自己对生物界的认识。那我们现在的认识是这种颜色。那好，所以大家要知道，小盗龙真实的颜色是一种五彩斑斓的黑色。下面再说一个好玩的，哎，说到会飞的恐龙，我们就要说到翼龙，因为好多人都说翼龙是会飞的恐龙。那好，别人就要问到王老师的观点，说王馆长，你认为翼龙是不是会飞的恐龙？我的回答是，好，那你们就要用科学的这种精神来问我，说你们科学家不讲究证据吗？你告诉我，你有什么证据证明翼龙不是恐龙呢？我给大家提供两个证据。第一个证据，你们大家还记得刚才我说恐龙飞行是用什么飞的？翅膀，翅膀上长的是什么？羽毛。好，你们看看翼龙的翅膀，它是羽毛吗？是，它是一个皮膜，是不是？哎，结构不同，第一个不同，第二个不同，看手指。看科学家特喜欢研究手指头啊，为什么呀？我们小的时候刚刚探索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们看小宝宝最喜欢吃手指，他在探索这个世界，用他的舌头来探索这个世界。最早的他自己的手离得最近，长一点。所以科学家也是愿意研究手指头的啊。好，你们看这三根手指，这根大拇指，这根食指，这根中指，这是它的三根手指。好，这根是它的第四指。所以我就用这种方法，一下就让你们知道了，
翼龙有个特别长，在人类里的这叫什么趾啊？无名指，所以它有个特别长的什么呀？无名指。这个无名指和它的掌骨和它的臂骨一起支撑起一个巨大的骨架，那这个骨架用来支撑这个巨大的翼膜来翅膀的飞行。这个结构在恐龙中有。这个结构在恐龙中，所以翼龙它在骨骼结构上，在翅膀的结构上都告诉我们，它们和恐龙不一样。所以翼龙不是恐龙。那既然不是恐龙了，那它还是会飞的恐龙。它确实会飞，但它飞的方式和恐龙怎么样？不一样。好，我们来看看翼龙，这是电影里的翼龙，哇，好大个儿啊！这个是真实的一个复原啊，你可以看到。和人一比，哇，这么大的，这么大！翼龙不是会飞恐龙。我们再看看，科学家还有一个说法，就说你不能是孤立。你假设你一个事情只有一个例子，比如说你这可能就是一个特殊现象，那其他翼龙是不是也这样？那好，我们来看看其他的翼龙。这个其他翼龙，大拇指、食指、中指，这个是它的无名指，所以。我们科学家发现，所有的翼龙基本上都这个结构，它和恐龙不一样。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翼龙啊和恐龙、还有鳄鱼、还有鸟类这4个类群的动物啊，组成一个大家族。这个家族的名字叫主龙家族，主要的主龙。为什么叫主龙呢？因为过去认为这个家族代表了爬行动物主要的演化方向，因为在那个时候化石里头，主龙家族是数量特多的。但是现在我发现，爬行动物另一个家族更繁盛，鳞龙家族。大家猜都是些什么动物啊？身上长鳞片的啊，蛇、蜥蜴这些动物。蛇颈龙。现在蜥蜴、蛇这些动物，它们的家族很兴盛，而曾经主龙家族是很兴盛的。他们这个，所以翼龙虽然不是恐龙，但它和恐龙有比较近的亲缘关系。啊，他们都属于主龙家族。也有同学问了，说，这4个手指头，好奇心呀！那个手指到哪儿去了？啊，小拇指呢？小拇指退化掉了，所以翼龙没有这根小指。大家看到翼龙是用无名指统治天空的爬行动物。我们再看一看，还有好多动物。它们没有生活在陆地上，也不像翼龙生活在天上，它们生活在海里头，被我们称它为中生代的海怪、海洋爬行动物。它们的名字里头也有个龙字，比如蛇、鱼龙、蛇颈龙、盾齿龙、苍龙，大家都知道这个吧？我告诉大家，苍龙是一种海生蜥蜴，它属于鳞龙家族的。苍龙。好，大家就要问了，说你们这些动物是不是恐龙呢？也不是，因为它们的身体结构和恐龙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就回到了一个问题，特别重要的问题：到底恐龙是什么动物？恐龙绝大多数都是陆生的，生活在陆地上，一部分长了翅膀能飞上天，但是它们大多数的身体结构都是适于陆地生活的，所以这些和它骨骼不一样。再有一个，恐龙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它们的胳膊腿啊都位于身体的。大家会注意到，鳄鱼、蜥蜴爬行的时候，它们的胳膊腿是在身体的侧边，它们爬是不是这么爬的？是吧？不是这么走，有些胳膊变短了，像霸龙是这么走啊。回到一个有趣的问题，既然它们不是恐龙，干嘛要给它名字里加一个龙字？因为什么？因为长得像龙，在我们生物学研究中，我们一般用它们来指爬行动物。爬行动物，这些都是爬行动物家族的，所以我们都给它加个龙字儿。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有一种动物身体会变颜色，变色龙是一类蜥蜴，对不对？我们就管它叫变色龙，有一个龙字儿。那个小蜥蜴肯定也不是恐龙。是不是？所以龙基本上我们在生物命名中，给它用作爬行动物。好，它们都不是恐龙。大型的恐龙是恐龙吗？
你们看看它的样子，观察很重要。乌龟，长长的脖子，哎，这胳膊腿好像变成了鱼鳍的样子。这不乌龟吗？对了，你看这哪位同学说蛇精啊？哇，太棒了！我们推测大雄的恐龙电影里这恐龙啊是个蛇精。我当时看着这电影时，我说：“哎呀，片子拍的挺好。”但是就有这么一个重要的科学错误，这个大雄的恐龙真不是恐龙啊，它是一个蛇精龙啊，是不是？哎，好，我们再讲一个古生物，讲一恐龙，名字叫青岛龙。青岛龙的特点，嘴巴扁扁的像个鸭子，头上有一个骨头棒。问题来了，这个青岛龙被称为新中国第一龙，因为新中国是1949年成立，1950年在山东莱阳发现它们的化石，然后研究命名之后，58年给它命名为青岛龙。你们可以看到青岛龙头上这个块有点像古代的这个头上戴着一个帽子。哎，那问题就来了，你们觉得？求偶用，也就是说，可能雄性的青岛龙长了一个很漂亮的头冠，然后雌性青岛龙看着，哇，好漂亮啊，我要嫁给他啊！求偶、展示、求偶，这都是一类。还有没有其他的功能？这位同学啊，攻击当做武器，这个科学家也想到了，说会不会用来攻击？但是后来他们发现，呀，这个骨头瓣有点太细，虽然很尖，但是稍微一弄，这要是跟别的一打架，就给断掉了。甚至科学家还有人猜测说，这种恐龙啊，喜欢在树林里头走。还有一种观点，科学家也想到了，说会不会这个恐龙喜欢在水里头走？然后它的鼻孔啊，长在这尖儿上。你走吧。科学家想了好多的，后来发现不对，它的鼻孔长这儿，没长在这个地方，就长这儿。而且它的个体的身体的结构显示，它是一种陆生的恐龙，它并不在水里待。好。后来科学家，我们研究所的汪小林老师和他的团队，2020年的时候做了一个新的研究，发现原来他的骨头棒代表了一个破碎之后的头冠。它原始的头冠，我给大家画一下啊，这样一个头冠，哎，这样的，也就是说它有一个更大的中空的头冠，但是由于它是中空的，前面中空的，所以在保留之中啊，怎么样？碎掉了，没有留下来，只留下了一个后面的一个实心的骨头。所以这个并不是像天线宝宝一样用来发送这个无线电波的啊。哎，我在其他地儿讲的时候，恐龙的发声和我们人类发声一样，哎，都是用这嗓子这块儿。大家可以做一个小实验，来，大家一起摸着自己的嗓子说一声啊啊，是不是觉得在震动？那好，由于你这个部位的肌肉和韧带在震动，就产生了声音。产生声音之后，在口腔中，在这个巨大的头冠中，就会进行一个回响。那这样的话，就把你的声音放大，传得更远了。或者声调上发生一些改变，就可以在恐龙之间进行互相的沟通交流。当然，前面这位同学提到的性吸引、求偶的作用也是可能存在。这个头冠长在脑瓜顶上和没长在脑瓜顶上是不一样的。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动物。我曾经看过一个很好玩的一个非洲的一个纪录片。他呢就说一个小朋友要从一个部落跑到了一个部落，非洲小朋友，他呢拿了一个长长的木棍，为什么呀？因为那块有猎狗。好，那他呢拿着木棍干什么用呢？并不是拿着木棍去打那猎狗，猎狗一来，他就把木棍竖在脑袋顶上，并没有显得他的个子大了好多。然后猎狗一看，
有头冠没头冠，会给它的气质发生很大的变化，对不对？它的身体就会变大了，哎，有可能就会影响到这个雌性青岛龙的求偶的那种偏好。好，再讲一恐龙，第4种，马门溪龙拥有一个特别长的什么呀？脖子，这是世界上脖子最长的恐龙，生活在侏罗纪的晚期。那好，有一个好玩的问题，马门溪龙是吃肉的还是吃草的？有没有人认为是吃肉的？刚才可是说了，真理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啊，说不定还有说吃杂食、吃树叶，哎，这个问题挺好玩。我的答案是食腐，它食腐，它吃尸体的。也就是说，你们认为树叶不是草，对不对？好，你们再来看一看科学家是怎么定义草的。草是一种禾本科的植物，它们很晚出现在地球上。草和我们人类的关系很密切，因为我们吃了好多的庄稼都是禾本科的植物。比如说小麦能够提供给我们什么呀？面粉。水稻呢？大米。它们刚刚从地里长出来的时候都是这个样子，草这个样子。所以大家知道禾本科的植物在地球上，科学家就要研究它到底什么时候出现的。恐龙有没有见过草？那好，科学家就研究了真正世界上最早的草是哪里出现的，这就是我们研究所的最新的研究成果，关于草的禾本科的起源。我们在深圳自然博物馆的建设中，恐龙展厅的这种建设中，这些新的研究成果应该是包括进去的，是不是这样的？好，这是我们研究所，你可以看到2003年的时候，尤海鲁教授命名了马鬃龙，因为在甘肃马鬃山发现这种恐龙。2018年的时候，尤海鲁教授和一个做植物学研究的学者一起合作，他研究了这个牙齿化石上的牙结石，然后在高倍的显微镜上发现了草类的细胞残骸。也就是说，这种马门溪龙牙结石呢，肯定和它吃的东西直接有关系，说明这种马鬃龙是能够怎么样吃草的。那好，这也是最早发现了草的证据。那草什么时候出现呢？我们看看这时代，距今差不多1亿年前。好，我就要考大家的观察力了。谁还记得刚才那个马门溪龙生活在1点几亿年前？你看看这个，当然这是坐在前面也有它的好处哈，是不是？哎，我们当时说了，说大学里头说那好同学都坐在前面的，是吧？认真听老师讲课。哎，1.6亿年前马门溪龙生活在地球，可是这草1.1到1亿年前才出现的，所以马门溪龙比草出现了早了5000到6000万年。所以马门溪龙见过草吗？没有。不光是马门溪龙，所有的侏罗纪的恐龙都没见过草，1亿年前以前的恐龙都没见过草。所以下次别人再说这是吃草的恐龙，这是吃肉恐龙，你们一定要心里明白，这个可不一定的。草出现的晚，哎，那我就要问了，大家想一想，我前面说了一个嘴扁扁的像鸭子一样的恐龙，鸭嘴龙、青岛龙，哎，它有没有可能吃到草？大家想一想，鸭嘴龙生活的时代，距今7000到8000万年前，7000到8000万年前，你说它是不是有可能吃到？对呀，草那时候已经出现了，而且我还告诉大家，鸭嘴龙和马鬃龙是一类恐龙，马鬃龙也属于鸭嘴龙类恐龙。哎，和刚才那个青岛龙都是属于青岛龙和马鬃龙都属于鸭嘴龙类，它们的嘴里有好多的牙齿，适合研磨非常坚韧的草的纤维，所以青岛龙是有可能吃到草的。好，最后一种恐龙，陆丰龙。陆丰龙被称为中国第一龙或者中华第一龙，为什么呢？我们要看它生活的时间非常的久远，侏罗纪的早期，距今1.9亿年，差不多2亿年前就在地球上，在中国上大地上出现了。
这个时间是在咱们中国的恐龙中最早的，也就是其他的前面讲的那4种恐龙，见了它都要，鞠个躬，感觉叫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啊，因为它辈分特别大啊。然后除了时代早，它还是世界上第一张恐龙邮票的主角。这个邮票是在1958年的时候中国发行的邮票，它不但是中国的第一张恐龙邮票，还是世界上第一张恐龙邮票。也就是说，恐龙这个形象被印到邮票上，陆丰龙是第一张，也就知道它的重要性了。还有没有？我们再看一看，陆丰龙的研究者也很著名，他的研究者就是这位老先生杨忠健先生，他是我们这个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特别值得大家记住的是他还有一个称号，什么称号？中国恐龙之父。这个称号是王老师特意给他改到他身上，也就是说，为什么叫改到他身上？原来这个称号是给了另一位科学家，是我的硕士导师周明震院士，因为觉得他在恐龙上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周明震院士他主要的研究成果是哺乳动物的研究，史前哺乳动物的研究，他的真正的成果，大多数成果都是和哺乳动物相关。而杨老才是真正研究中国恐龙的第一人。为什么？中国科学家中第一位研究恐龙就是他。1931年的时候，他命名了丁氏鹦鹉嘴龙和奥氏鹦鹉嘴龙，这是在内蒙古发现的。1937年的时候，他命名了奇牌天山龙，这个是在新疆发现的。好，1941年的时候，他撰写了中国的第一部关于恐龙的专著。这个专著是专门研究许氏陆丰龙的，它的名字就叫许氏陆丰龙。所以大家记住，一定要记住这位著名的科学家杨忠健先生，中国恐龙之父。好，许氏陆丰龙是咱们中国科学家自己发现，在云南一个叫陆丰的地儿发现的，给他自己发掘出来、研究装架并且展出的第一条。在1941年的时候，在重庆装架展出，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它的骨架，这是当时的照片。非常幸运的是，这只恐龙是一个中型的体型的恐龙。那好，中型体型越小，发现它全部化石的可能性越大。比如说像刚才那个故事的小盗龙，那小盗龙那基本上每块骨头都发现，只是嘴前面一小块没有发现啊。那这个恐龙发现多少？80%左右的骨骼都发现了，这个很不容易了，比例很高了，比前面说的霸王龙的比例都高。好，它身高2米多高，体长5米长左右，平常习惯于2条腿走路啊，然后走路了休息的时候，它会4条腿放在那，慢慢悠悠走啊，遇到紧急情况啊。好，那今天王老师讲了中国的恐龙五宝，一起给大家放在一起回顾一下。这回我是按照时间的先后来给它进行一个回顾。陆丰，第一个就是云南陆丰龙，它最原始，时代最久远。那好，让大家猜一猜，陆丰龙手上几个手指？5个。说2个的肯定不对，我已经说了规律了，越原始它的数字怎么样？正确答案5个。所以中国的恐龙最原始的恐龙也是5个手指。大家跟我一起念它的名字，陆丰龙。这个头上长个单一籍贯的叫什么呀？在新疆发现的。这个恐龙长长脖子，四川、重庆、新疆、甘肃、云南都有发现。好，这个恐龙长了4个翅膀会飞，想到了。这恐龙嘴巴扁扁的像鸭子，头上一个大的一个头冠。所以下次你们再说中国恐龙的时候，希望你们能说出几个中国恐龙的名字。好，做一个小小的一个回顾，也算是一个引申的话题。恐龙灭绝了。恐龙灭绝了吗？你们看看这是一个什么恐龙啊？
哎，他说逃命去吧，哺乳动物，我来挡住陨石啊！下面有一个小耗子正在仓皇逃窜，是不是？人类的这个事情是不是发生了？真是发生了，在距今6600万年前，一个直径10千米的恐龙，一个直径10千米的陨石，我这一下说秃噜嘴了。一个直径10千米的陨石撞到了地球上，引起了一个地球一个巨大的一个灾难。我得喝点水了。谢谢。确实是有些恐龙灭绝掉了，比如说这个霸王龙，还有它同时期的三角龙、鸭嘴龙都灭绝了，没有留下它们的现在活着的个体。什么时候你要在大街上见一霸王龙，那就太奇怪了，它们已经灭绝了。但是，是不是所有的恐龙都灭绝掉了？有些恐龙个子变小，长出翅膀和羽毛，飞上蓝天，最后演化成了什么呀？鸟类是恐龙的后代。既然我这个家族还有现存的代表，你能说我这家族灭绝了吗？没有。所以下面大家再也不能说恐龙已经灭绝了，恐龙没有灭绝，恐龙还生活在我们的身边，这是我们家的宠物恐龙。几只小鸭子啊，昨天你们家炒了一个菜，妈妈给炒了一道菜啊，叫做西红柿炒恐龙蛋。我用这种方法让大家恐龙演化的故事。恐龙没有灭绝，所有的鸟类都是未亡的恐龙。好，我们看看恐龙在中国哪些地方分布了。这是一个中国的一个地图，上面这些画着骨头棒的，说明有骨骼化石。这个蛋说明是有蛋化石，这个说明是有什么呀？足迹化石。好，我们看看我们的广东在哪儿呢？这儿呢，发现了恐龙的骨骼化石和蛋化石。你们可能说，哎，我记得好像也有足迹化石啊。足迹化石是有，一个是我这图是比较早发布的，还有一个，它这个足迹是不是被命名了？如果是未命名的足迹，我在这张图上都没有包括。好，我们来看一看，这就是一个中国恐龙的发现情况。在23个省区，辽宁、四川、内蒙古发现了360种恐龙的骨骼化石，也就是说，用这骨骼命名的恐龙有360种，然后用这蛋命名的有70种，用足迹命名的有60种，这是一个恐龙整体。那在这张图画的时候，在福建这个地方还是一片空白，并没发现恐龙。可是后来在2023年的9月的时候，我的同事王敏研究员，他的课题组就把这个恐龙又给他发现了，这个相当是被称为福建第一种奇异福建龙。我们给它放一下，点一下它这个，点一下这个位置，能够播放它的视频。有声音吗？我正好利用这机会喝口水啊。好，那我们的老师给大家播放一下，看看，哎，这不是这张，你点这个位置，它出现一个文本框，然后让播放视频，点这个位置，点这图上，行吗？不行啊，那好，那实在抱歉了。那好，我们看下一个，王老师，哎，我怎么现在也控制不了了？好了。那王老师带着我们的同学们到野外去找恐龙，这就是去刚才提到的马鬃龙的化石发现地点——甘肃马鬃山。我们“一带一路”探龙记开着这越野车，然后用无人机啊，这块也有一视频，但可能放不了了。我们白天去挖化石，晚上去看星星。因为晚上啊，天上特别的干净，没有云彩，也没有这个灯光污染，在野外建起营地了。
好，采集古生化石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你可以和大自然亲密的接触，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啊！这是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当中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我给它写到了这里啊！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古生物化石啊，经常不要去这些地方，那些树多的地方，你为什么不去呢？啊，那些这个化石都被挡住了。另外，树多，树经常会长在这个土壤比较丰富的地方，而土壤层呢，它的时代比较近，这个时间没法形成古生化石，所以我们都到这些稍微光秃一点的地方来找化石，来那个雨水就会把化石给冲刷出来。哎，好，给大家介绍几本恐龙的科普图书。这个呢是我们博物馆出版的一个神奇的古动物馆。啊，大家我估计网上都有，这是一套5本，其中1本是专门讲恐龙的啊，探秘古龙王国志，追寻中国恐龙啊，这里头全是中国恐龙的故事。好，还有1本每天认识一只中国恐龙啊，那些比较小一点的同学可以上一个，那上一个是绘本，这个的文字多一些的，给这个青少年看的，每天认识中国恐龙。好，那今天呢讲座呢就到这里，我们给大家留下20分钟的时间答疑。